你们炒房干了就干了啊，爽要低调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妈的不懂吗？你这么高调，吵吵闹闹，招摇过市，说什么排队安闹都安闹，然后抢房子，房子那么贵，他们抢房子，你这不是逼政府出手杀鸡儆猴吗？啊，给民众看吗？吊路灯给民众看啊！拜托，现在的政策已经把房地产的门槛拉得很高很高了呢。现在眼下这一波啊，你看又来了平均地权条例新制，这不是历史呢，这不过是2022年的事情呢，真是欠揍哎！房地产很热没有错，潜销比较便宜没有错，现在不能转让没有错，严查金流没有错，现在难度真的很高呢。结果你还营造物以稀为贵、全民炒房运动，卖脑啊！这个预售无建商代销，把排队热潮拿出来摇旗呐喊，我看了都怕。你觉得买房子应该要杀价吗？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哈，建价比开价还要低，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哦。买房子不杀价 OK 吗？先说结论哦，只要你知道行情就可以哦，你是去对答案的就可以。来，我们来聊这个新闻哦，我把那个标题念给你听哦。936万买房，他没杀价，直接签约，亲友气炸，过来人涨了400万哦。这个网友哦买中古屋，屋主开价998，然后他用900哦下卧哦，然后屋主坚持要936，然后他就没有再还价。他就签约了，然后就被亲友骂，觉得他被房仲话术，应该是关小房间关出来的，关出来幻觉这样，哦，然后要他去把斡旋拿回来，然后这个不要买了之类，哦，反正就双方论战。一方的观点是说买房子就是要杀价，哦，那另一方的观点是买贵一点点没关系，买到比较重要，反正以后会涨价，哦，那如果你是这个买方，你会持续去跟对方杀价吗？哦，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个价格哦没有超过我愿意付出的价钱哦，我也会直接说好哦。原因是，如果你要杀价，这个你可能就买不到了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看我们先前一支讲开价8折的影片哦，点一下右上角就会有，很多人都是在开价这边就吃亏了。所以你要知道直接签约的好处哦。我不是鼓励哦，我是说啊，现在房地产就热嘛，热的时候。就会有这些光怪陆离的情况发生啊！看到我就讲一讲哦，我不是鼓励哦。来，我们先讲哦，可以直接成交的前提是你对这一区已经很熟了，而且你也算过投报率 OK， 只是你就不用怕哦。那这个价钱在你的手背范围之内哦，你是去对答案的，对答案我们以前讲过嘛哦，那你就给它买下去哦。这个好处就是直接成交啊，这不是废话吗？哦，对，但是。你要想哦，今天没有成交，就是什么都没有哦。今天不管你功课做再多，这个地段有多熟，还没有买到就跟你无关。买到了哈，你未来才会开始就你上车了哦。很多人对这个自产客都会有误解哦，觉得投资客他们都怎样很会算，然后他们都怎样都超厉害，都可以买在市场最低点，全社区最低的实价登录。我跟你讲，其实没有哦。我们当初买房子也是该社区的实价登录最高价哦，那邻居还笑我嘞，笑我是台北来的盘子嘞哦，但这个又怎样？哦，我卖掉的时候我也是卖实价登录最高啊哦，所以买的贵啊，之后你也是卖的贵哦，只要有获利那也 OK 啊。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想说啊，如果我当初有在杀价的话，就可以赚更多。我跟你讲，如果当初我们坚持杀价，我买不到房子哦，买不到那一间，因为。现在是卖方市场哦。我说一个简单的哦，就是你一定有追踪一些房仲的 FB 哦，那大概都会看到他们现在抱怨的事情是房子不够卖哦，房子不够，没有人要卖哦，而不是人家还一直介绍客户给他哦，要去买房子。因为现在房地产就在走多头嘛，那屋主也知道他的房子哦，现在拿出去很抢手，房价就是一直在向上，他越晚卖，其实可以卖得越贵，你知道吗？那问题就来了，此时如果你是屋主。你开998，然后你看到买家下卧要买900，然后已经谈到936了，结果这个买家还要再跟你杀价，请问在你自己哦，你是那个屋主哦，你知道你越晚卖可以卖越贵的情况之下，你会愿意降价，还是直接把房仲抠来说你那个妈的再找下一个买房哦？对啊，未看先猜，你是屋主，你选后者哦，你会叫房东再去帮你找一个出得起价钱的买房，就这样哦，不要骗哦，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强调，
你要去熟悉市场，然后清楚多少钱以下可以买，你的剧本如何哦，不要已经到了你设定的价钱，能不能杀好玩的哦，杀个人生成就感，能不能多凹个10万20万，然后觉得你多赚。如果你没有成交哦，那你日后哦这个房地产的膨胀就跟你1块钱的关系都没有。讲完了哦，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哦，买房子不杀价好吗？对，新闻不讲了哦。总之就是它被清有吗？为什么不杀价？而我的看法是，只要行情有到，都在你的剧本内，在你的守备范围之内，那你可以买啊。哦，那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现在的市况就是卖方市场，屋主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房子卖不掉，所以你杀价的话哦，他只会跟你中介说啊，就不要理你哦，他不会跟你议价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只要你对市场足够了解，行情足够了解。哦，那屋主也给出了你可以接受的价格，真的不用再去杀价。你很可能会因为杀价，然后就买不到这间房子。哦，那最后我想问你，你买房子哦，以前啊靠杀价省过多少钱哦？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炫耀一下。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对房价的各种看法，记得订阅加分享影片到你的 LINE 群组里面去 ，A 片群组也没关系哦，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虽然我的影片都在讲中古屋，但你也知道，现在真正疯狂的是什么？是预售屋哦，预售屋市场哦。你应该有看到赖群主在那边传来传去，大排长龙，甚至要摇号，真的有摇号机哦，有影片的哦，这边搞，然后掉一个下来，好，你是第几个买的？这样，甚至要摇号才能买哦，甚至现场还发一张纸，叫做什么没买到会生气者别买之类的。那种种现象哦，都是说明了现在预售屋市场怎样，非常之火热。好，那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哦？其实我看了会怕，你知道吗？哦，我看了会怕。我不是怕行情飙升什么的哦，而是说，哦，来，这个我跟你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哦，跟你讲个往事。想当年哦，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竹北在飙涨前哦，现在竹北新案要开到80几，哦，竹北还在30、40、50的时候，竹北飙涨前曾经也发生过啊，哦，很有名啊，什么走路工事件，关键字就是竹北哦，走路工，反正就是一堆展售中心外面一早就排队，然后赖群主传来传去，说什么竹北房地产市场火热到不行，有投资客直接包一层，然后甚至在现场哦抢房子抢输投资客，女生还哭了哦，之类有的没的极度夸张的事情哦。那个时候啊，预售屋投资客啊，就是一个社会的毒瘤哦，一次就包走一批，然后再加价炒作出去哦，严重排挤掉真实有自住需求的买方。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恶性炒作哦，对民间影响非常恶劣，对政府的执政声望造成负面影响哦，这很严重哦，非常严重的事情哦。好，那炒红单的投资客它恶劣，我们都知道，政府也知道。那时候最有名的是一个截图啊，赖的截图是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政治圈子的赖的对话截图，写着大小姐不高兴。结果发生什么事？延役半年，迅速出台魔王等级的平均地权条例新制，准确的说是土地法平均地权条例第81-3条，2023年7月1号起，预售屋不得转让哦，这真的是魔王等级的政策哦。政策的解读哦，我会放在会员影片哦，之后再说。反正这次的重点哦，这事件的重点在于，妈的，你们玩就玩，你们炒房干了就干了啊，爽要低调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妈的不懂吗？你这么高调，吵闹，招摇过市，说什么排队安闹都安闹，然后抢房子，房子那么贵，他们抢房子，你这不是逼政府出手杀鸡儆猴吗？啊，给民众看吗？吊路灯给民众看啊！拜托，现在的政策已经把房地产的门槛拉得很高了呢。现在眼下这一波啊，你看又来了平均地权条例新制，这不是历史呢，这不过是2022年的事情呢。哎，真是欠揍哎！房地产很热没有错，潜销比较便宜没有错，现在不能转让没有错，严查金流没有错，现在难度真的很高呢。结果你还营造物以稀为贵、全民炒房运动，卖脑啊！这个预售无建商代销，把排队热潮拿出来摇旗呐喊，我看了都怕，不要闹了啊！你是想要怎样？再出一个新的政策来遏制炒房的歪风，是不是啊？那个你自己看看，现在房地产这个擂台上，你的对手有几个？他们有多强？来，第一个，限制司法人购买住宅。
第二个，预售屋不得转让；第三个，严查金流来源科目；第四个，第二屋、第三屋限制贷款；第五个，重购退税须有自住事实。你真的以为新青安那么猛哦，可以一挑全部哦？我未看先猜啊，现在还能下得起，政府还能下得起，就只剩下限制贷款相关的政策了。那个是馆长身材的魔王，你是嫌命长哦，一直在那边挑逗馆长，赶快上场那边，拜托。贷款是房地产的酒吧汽油，房地产熄火，请问大家得到什么好处？你闹到政府又出台一个不讲武德的房地产政策，请问大家得到什么好处？我真的是，我看了会怕，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难玩了，拜托，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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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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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
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